什么50年？这口锅里煮的就是传说中50年从未关火的牛肉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周啊，咱们今天在泰国的曼谷去寻找一家传说已经煮了50年从来没有关过火的牛肉汤。店名叫做郭岩松，相传是广东潮汕的一位华侨，70年前在这里开的店，所以说呢名字就非常的亲切。进店了，我们可以大喊一声：“谁叫刘波？”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个传说中的老汤，这锅这灶台一看也都是老物件的。谁要是能给这口锅整潘家园去，我估计是能卖个好价。仙人掌呢，弄不好是50年一开花，这口锅一开50年。仙人掌看完视频，明天就许愿，下辈子做口锅。在灶台上呢，还贴了很多的荣誉，在2020年还获得了亚洲前80的名誉。结果我这一回头，我丢！刚才那顶多算个凤毛麟角，现在才是一强的荣誉。从米其林推荐开始，就各种的新闻报纸、各种杂志颁发的各种奖项，这大奖杯、大奖牌、大奖状呢，不比我们家隔壁小明的奖状多了。所以说哈，拿奖这一块还得是我郭叔。但是很显然啊，最近几年我郭叔的中文应该是有点退步。这个牛筋、羊筋我都能理解，但是这个阳性、牛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但是后来经过店里的人简单而又传神的给我比量了一下之后，我基本上意会到了应该是牛鞭和羊鞭。这个是牛肉的啊，除了颜色深点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浅尝一口啊，还是多少有一些激动。这毕竟是50多年的老飘零，不是老肉汤啊。来，老规矩，你们先喝。哇，这个味道，郭叔肉汤美味鲜，炖足了好几个180天。带你们去看看郭叔的老黑锅，这是郭叔的黑锅大赛场，就在这儿炖出几个180天，炖出飘零，炖出鲜。其实也不至于啊，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，就是确实要比正常的汤喝起来鲜美一些。酱油口呢也是比较重，有点像牛肉包子里的牛肉汤。然后牛肉的味道呢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正常的炖牛肉。但是这个牛肉片确实是属于老汤里的小鲜肉了，口感呢是非常的滑嫩，而且没有什么科技感。这个东西你就筷子一夹出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确定这碗汤祖籍潮汕。然后这个肉丸呢，确实要比泰国其他店做的要好很多，但是跟国内的比还是差了一些。咬起来有肉的质感，但是没有肉的香气，真就是有的东西你闻着就补。这个是滋补羊肉汤，也是用那个老汤一起炖的，但是这个味道就跟进了那个百草堂大药房似的。这汤喝完了，真的老中医都得沉默了，这味儿太冲了。这大带皮的羊肉，这个味道确实是太冲了啊！尤其像我们这种单手就能做俯卧撑的男人哈，就根本不需要补，所以我就不推荐了。这个是他家的炒河粉，别的不说啊，就这个下料确实挺猛，这大肉片儿，我去，就他家这个餐具配的好帅呀！这个喝汤的时候用筷子，吃河粉的时候给勺子和叉子。河粉的话还可以吧，正常路边的水平，有点过细。这个肉片炒完了更嫩了啊，多少有点科技感了，但是不好说。这么一比较起来呀，他家的牛肉汤应该是最推荐的了，也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。他们家的这个汤呢，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循环，每天呢也是有新的汤在添进去，所以喜欢飘零的朋友们可以让他往底下捞啊。反正呢就是这么一家人在经营着这一家小店。我走的时候呢，他们家的小孩还在努力学着中文，老板娘呢也是鼓励着孩子努力着用中文跟我交流。所以说这么一个小店，这么一锅牛肉汤，或多或少的蕴含着一些发扬，也或多或少蕴含着一些传承吧。